几分钟后，整个紫金山庄的下人便全都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。细心的老张甚至让邱英山命人暂时停掉了整个紫金山庄的监控，毕竟事关自家小姐的名声，自然不能留下任何隐患。一切搞定之后，老张给林婉儿打了个电话汇报，随后林婉儿便对叶晨说道：公子，老张他们已经准备妥当，咱们下去吧。叶晨点点头，客气道：谢谢林小姐了。林婉儿甜甜一笑：公子不必跟奴家客气。叶晨将提好字的话收好，便与林婉儿一起走出了顶层别院。刚走到院门口，便看到下方长长的石阶尽头，三位耄耋老人毕恭毕敬地并肩站在一起。令叶晨没想到的是，这其中竟有一位以前经常会在电视上见到的大人物，也就是那位京城来的孙之洞。他幼年时经常听身边长辈提及这位大人物传奇又励志的人生经历，甚至还随父亲一同登门拜访过他，但直至今日才知道，原来他竟是林婉儿当年收养的孤儿之一。叶晨与林婉儿一同走下石阶，三位老人满脸尊敬地对林婉儿说道：小姐好。说完又看向叶晨，同样尊敬地说道：叶先生好。叶晨一时间有些不太适应，毕竟这三人岁数加起来快300岁了，对自己一个28岁的年轻人这么客气，确实有点违和感。于是叶晨也同样尊敬地说道：三位老先生好。孙之洞看着叶晨，不由感叹：叶先生果然与令尊长得很像，正应了那句老话，虎父无犬子。叶晨恭敬道：孙爷爷，小时候我跟着父亲去过您府上拜访，不知您还是否记得？孙之洞点头说道：记得，当然记得，你父母带着你到我家中吃过饭，当年的情形我还记得，没想到转眼就过了这么多年。说着，孙之洞不禁感慨，叶先生的父亲确实是经世之才，当年他跟我聊过很多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与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，其目光之长远，度世之精准，实乃我生平仅见，只可惜天妒英才啊。叶晨心中同样感叹，他曾经听大人们聊天时提及过孙之洞，当时父亲回国有许多抱负想要施展，孙之洞其实一直很想在宏观层面与他深度合作，只可惜后来父亲忽然就与叶家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，继而离开叶家前往金陵。叶晨感叹之余，正想说什么，忽然感觉孙之洞整个人虽然看起来还算硬朗，但其实整个人的气息已经很差，似乎已是强弩之末，估计再过几个月便会自然老死。于是他便开口道：孙爷爷，您的身体状态似乎不是很好。孙之洞神情一怔，惊讶地问：叶先生怎么看出来的？叶晨谦逊地说道：晚辈学过一点医术。说着，他心中也不禁感慨，这三人年纪都很大，确实已经行将就木。这其中，孙之洞已经只剩几个月可活，邱英山和张德才看这情况也就最多还有几年阳寿。孙之洞此时感叹道：人到了我这个岁数，基本上也就快油尽灯枯了，身体不好也是正常。叶晨轻轻点了点头，心中想到，林婉儿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这份救命之恩自己自当涌泉相报，而这三人又是林婉儿抚养长大的孤儿，其中情况最严重的孙之洞已经没有多久可活，自己理应有所表示，更何况这孙之洞也算对自己的父亲有些知遇之恩，于情于理不能对他现在的情况坐视不管。于是他便开口道：三位老先生，今日晚辈还有些要紧的事情需要处理，等晚辈把手头的事情解决掉之后，会再来拜访三位，届时晚辈会为三位准备一些能够改善三位身体状况的丹药，相信对三位会有所帮助。三人均是有些愣神，他们对叶晨了解不多，只知道叶晨是林婉儿口中那个有大神通的恩公，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叶晨的丹药究竟有什么效果。这时一旁的林婉儿面色一喜，当即开口道：老孙，我说过你的生门就在金陵，
看来这一切便都在叶公子身上，你还不赶紧拜谢叶公子救命之恩？孙之洞顿时瞪大眼睛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林婉儿又对另外2人说道：老张、老邱，叶公子要送你们一场造化，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3人同时间回过神来，也都在霎时间明白了林婉儿话中的用意，激动之余连忙便要向叶晨行跪拜之礼。叶晨连忙双手拦住3人，开口道：3位老先生就不要折杀我了，晚辈时间仓促，明天晚辈自会登门拜访，届时再与3位老先生详谈。说罢，他看向林婉儿说道：林小姐，咱们先走吧。林婉儿轻轻点了点头，旋即对3人说道：我送叶公子回家，你们稍后就让下人们正常活动吧。邱英山恭敬地说道：好的，小姐。紫金山庄院内，一辆劳斯莱斯已经打开车门停在这里，林婉儿正要进主驾，叶晨先一步道：林小姐，我来开吧。林婉儿点点头，立刻去了副驾。上车之后，叶晨驱车下山，前往汤臣一品。路上，林婉儿感激地说道：公子，老张他们3人年纪都很大了，若没有公子这场造化，怕是很难撑过3、5年。奴家替他们谢谢公子的大恩。叶晨淡然笑道：3颗丹药而已，谈不上什么大恩，而且那位孙爷爷与我父亲也算是旧相识，既然遇见，自然不能坐视不管。说到这里，叶晨看了林婉儿一眼，又道：像你说的，你从2战后就没再收养过孤儿，这些孤儿最小的估计也7、80岁了吧？林婉儿神情忽然有些落寞，轻叹一声说道：这些人虽然奴家从他们刚懂事就一直跟他们说，奴家只把他们当作下人，但其实在奴家心里一直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。之所以总是把主仆关系摆得很清楚，是不想让自己表现得太软弱。遇到他们生老病死，奴家也一直都表现得非常淡然，但事实上他们每一个人离世，奴家的心里都很难过。叶晨点了点头，认真道：现在他们这3位老先生好不容易能一起陪着你，若是我能让他们的寿命延长一些，他们自然也能多陪你一些。你一个女孩子家没什么自保的能力，有他们在身边帮助，必然能轻松许多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：如果精灵能够一直安全，林小姐也可以一直在精灵生活下去。我在这里，林小姐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，我也一定会尽力帮忙。林婉儿知道叶晨是真的心疼自己，心疼自己300多年来的奔波之苦。她感激地看着叶晨，哽咽道：奴家谢谢公子怜爱。叶晨认真道：林小姐，在我看来，天下间最大的恩情无非3个：父母之恩、救命之恩与知遇之恩。林小姐救了我的命，将来的任何时候，我都不会置你于不顾。叶晨说这番话完全发自肺腑，他知道林婉儿一生何其不易，也知道一旦这些老人去世，他的人生将会如同他刚服下万古长青丹的那些年，在这个世界上无依无靠。所以叶晨早心中暗下决心，在林婉儿未来100多年的生命中，自己一定不会让她失去依靠。此时的林婉儿已然泪流满面，300多年来，她从未有过任何依靠别人的念头，现实也从未给她任何依靠别人的机会。但现如今，她却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人生终于有了依靠，而那个依靠便是身边的叶晨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